来吧 ，NA 新推出的一个重涂的配色，爵士的金交湖版本。其实说起来呀，这个爵士的金交湖咋出的这么晚呢？感觉好多年了呀。爵士这个模具应该是 NA 这个品牌自诞生以来出的第2款模具，第一个是大黄蜂嘛，第二个我记得好像就是爵士了。但是现在金交湖的配色才出来，盒子的外包装依旧是统一的金交湖配色的一个方案版本。背后这里是玩具的实物照片，配件带的并不多，也是一目了然，我直接插在身上了，2个喇叭和1把小枪。因为是一个老模具了嘛，之前的玩具版本我们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了，而且 NA 这个爵士也是在 NA 玩家心目中非常高的一个地位，它的变形设计脑洞确实是很大的。尤其在 NA 那个年代刚刚创立牌子之初，第一款大黄蜂以6厘米的身高巧妙的变形征服了所有的玩家之后，第2款的爵士出来了以后，又给玩家一种全新的体验。哇，原来小车还可以这么变形，真的是非常精彩的。但这一次因为是金交湖的配色，身上上了一层厚厚的金属漆以后，所以导致了身上一些卡扣变得很紧，所以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再加上这些卡扣嘛，你只要变一次的话，它肯定会磨漆。我发现现在很多喜欢金交湖配色的一些玩家拿到手以后，它都不变形，因为就怕蹭漆。但是没办法，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啊。尤其是 NA 在一开始啊，在之前出金交湖配色的时候，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照相机，它身上的这种金属喷漆的效果其实不多，而大部分的是用了塑料原色的那个像糖稀一样的那个零件色，虽然不好看，但是可以放心把玩，因为那个塑料原色没有上漆，你就不用担心磨损了什么的。尤其照相机嘛，它身上的卡扣比较多，尤其3个还要合体，所以照相机身上的糖稀色零件多。当后来 NA 出金交湖配色的时候，它会用很多的大面积的金属漆整件上漆喷色，这就导致了一些卡扣可能会有不可避免的那种不可逆的划痕损伤了。但是没办法，大家放平心态就好嘛。我们直接来变形这款小爵士吧。首先2个尖头的喇叭拔下来，我插的时候也没有插得很紧啊，就是浅浅的插了一下，也是担心会对这个漆面造成损害。变形的第一步，我们先把手腕拧一圈，掉个个儿，然后嘛找洞洞，把这个卡扣卡在尖头的这个洞洞里，转过来以后，用这个开口的球关把这里叠上，插入。另外的一边也是，把2个关节对在一起，双段插入，胳膊放好，金灿灿的，真漂亮，上面还有银色的点缀。然后我们把背包的这一块先解开，肚子抠开中间的这一个凹槽，这个地方插的还挺紧的，整个的打开，下方轮子这里往开抠一点，胳膊先立起来吧，腾开空间，抠开这个空间，好，整个的打过来，然后把这一块腰子腹部的零件缩下去，这一块整个的压平，立起来，手的位置旋转过来，拳头放好，塞到这里边去。这块也是为了避免掉漆啊，尽量的小心一点的变。上半身变到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，不用管它了。然后我们来变腿部，腿部这里先打开这一块，小尖儿塞下去，接着前方的盖子打起来，从里边整个的卷出来侧面的这一片板板，包裹侧面的侧门的位置，把这片片卷好以后，这里有一个滑道，把轮子往上提，这里很紧啊，提上来再滑正，从这里看，整个的这块密合好就可以了。接着把脚板卷下来，填好，然后往里折叠，
这块折叠先把这个关节折平，前腿板就搭在这儿就可以了，然后膝盖往内折，再卷起来，先放成这个样子备用。一条腿先变到这儿，另外的一片也是，脚踝打开，脚尖折进去，前边的腿板往起翻，然后从这里卷出来这个车门的片片打直，顺着这个滑道往上提，这个地方特紧啊，小心一些。好，提上来以后往起立一点点角度，接着从后边这里看啊，把这一片折到一个光滑的平面，然后脚放回来，卡扣定好，前腿板放在这里，膝盖往里收，收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先把中间的这里卡扣都合上了。接着让过来，往里缩，缩回来以后，把中间车顶的卡扣先全部的插合。接着车门贴到玻璃下方，把这两个钩子露出来，这里有两个外扩的钩。最后再折前轮一起来锁上。整体的密合起来的一体性非常的棒啊！金灿灿的一辆小车，推车也很好，可以把两个喇叭插在这儿。我就不插的那么死了，搭一下看看效果就可以了。我也怕磨漆。NA 爵士金胶湖的配色变形完成就是这样了。变完了以后的整个车型啊，是完全不露什么糖稀色的零件的，非常金灿灿的漆面都给你展现在了车型上边，而且密合起来非常的好。但是因为上漆厚度的关系，导致了这款爵士变形的过程中很紧，有一些轴了、关节了什么的，变的时候主要还是小心一些吧。金胶湖配色啊，最宝贵的就是这一身漆面了，你刮花了它自然就不好看了。虽然说来的有点晚了吧，毕竟隔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推出金胶湖配色的爵士，那最终也是能把这个角色一点一点的填齐。其实 NA 在做每一个配色的时候都挺有意思的，我倒是特别推荐大家收集一套，或者说是原色的，或者说是纯透明版本、彩透版本的。当然也有玩家是专收金胶湖，金灿灿的摆在一起也挺好看的。还有就是 NA 在做 G1 玩具配色也是挺有心思的。其实 NA 对于重涂还是挺讲究的，所以这一套金胶湖配色的爵士大概就是这样了。